索达吉堪布，尊敬的各位嘉宾朋友，大家好。经过昨天一天的研讨，相信大家获益匪浅。堪布昨天也跟我们讲了，这是一个相互尊重、平等、探求真理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任何一个人都有宣说自己观点的自由，不管是佛教徒、非佛教徒，还是其他宗教徒，都应该有一颗开放、包容、利他的心。这也是成立世界青年佛学研究会的宗旨。那么今天上午呢，我们同样也安排了3场嘉宾主题演讲，分别邀请了索达吉堪布、王炳豪博士、唐秀莲博士为大家演讲。今天演讲的主题是佛教与心灵教育。那么下面让我们以恭敬的心，有请索达吉堪布开示。谢谢。阿弥陀佛。今天我们世界青年佛学研讨会第2天，应该有一种欢喜、包容、开放、自在、洒脱的一种气氛，这是我个人的一种看法。今天我们的主题呢，主要是是什么？佛教心灵教育，尤其是我个人而言，是一个藏传佛教的，可以说是普通的出家人。我在想，我们在座的人，今天在这样的非常美好的校园里，开展研究心灵教育方面的知识是非常的快乐。我刚才在路上看到我们的这个教育学院的这个模式，或者说是这个地形的话呢，相当于是从我们主会场这里看，对面是拉萨的布达拉宫一样的，就我这种感觉。只不过是拉萨布达拉宫是红色的，真的是是建筑这个风格和有些颜色上不同而已。其实布达拉宫呢，应该说是很多人是非常向往的，包括藏族人、汉族人，来自欧美的很多人。那么大多数的人呢，到西藏去，有些是骑自行车的，有些是步行的，有些是通过其他方式来就是去。当然西藏呢，的确也是有特别值得看望的一些雪山啊、野花啊、草原啊、牛羊啊等等等，就是非常值得我们拍照的，值得让人们欣赏的特别好的一些美景。只不过我认为呢，这些都是对暂时心灵就是带来一种快乐而已。真正究竟的快乐呢，其实西藏的应该说是在内心世界。如果我们是真正进入到西藏人们的这种内心世界，就佛教的这种教育，或者说大乘佛法的真正的一些境界，那么这就是西藏可能是最美的我自己在藏地待这么多年，深深地感受到，其实人们就是觉得对外境的这个追求呢，解决不了我们内心当中的真正的一些究竟的困惑。那么我也特别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以后有机会的话呢，不但你要前往这个在青藏高原在拉萨看看就是藏地的山山水水美丽风光，同时呢有机会一定要进入他们的修行的心灵的这种非常快乐自在的一种这个境界。前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世界上很多认为是不但其实是世界上从这个幸福指数上面讲是应该幸福指数非常高的。我认为呢只不过是在媒体上没有报道而已。在青藏高原许许多多的人，从他们的眼神，从他们的这个微笑，
各方面看，应该说是跟不丹呢，就完全都是可以相通的，因为他们没有过多的欲望，没有过多的追求，没有过多的一些色泽。还有贪婪等等，那人这样在生活在一种平凡自在状态当中的时候，的确也会快乐的。所以呢，我在想，我们很多人有机会的时候呢，应该就走一走啊，就是西藏大乘佛教的修行人的这个心灵世界的看一看他们所享受的应该是如何的境界，何等的这种无比的快乐。这一点呢，当然今天短短的时间当中，我可能就不一定能讲出很多的道理。今天我的想法呢，就是跟大家提供就是大概是4个方面的就是建议吧，或者说是一些西藏的这个藏传佛教的心灵教育方面的，主要的就是4个第二，也就是说从这个人格现善，还有堪普的这个出离心、利他的菩提心，以及呢就无我的这个无二智慧。就是有这么4层意思，给大家做简单的开阔的一个了解。其实西藏从古今到现在，也可以说是千千万万的这个修行人，千千万万的这些智者呢，的确是心里享受着无比的这种自在和快乐。但是如今呢，也有很多年轻人呢。包括我们今天在场的很多青年学者，我们这个藏族的青年学者，我担心呢，他们对西藏本有的这种佛教文化和传统文化呢，不知道就是有多深的了解，因为的确受到了西方文化的这种冲击。我们现在这个西藏高原的有些年轻人呢，不如以往。他们的困惑，他们的追求，他们的这种想法，就是越来越注重佛教。前一段时间我遇到了一位是美国的这个学者，也是一个科学家。他是在美国大概是科学研究20多年了，后来去德国，德国呢就是在马普研究院就马普研究院是曾经爱因斯坦就是在那里爱因斯坦待过很长时间，并且在那个研究院当中已经出现过40多位诺贝尔获奖者。然后我跟他会谈很长时间，但是他的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他完全的是可以朗诵一个非常流利的我们藏语我就特别赞叹我们藏族的很多年轻人都不会说像你那么特别流利的，因为我们被很多的同化了，而且他特别的关心我们这个西藏的所有的这个文化包括，因为西藏的这样的文化包括呢，不仅仅是一个西藏人们或者是其他的，应该是对全世界来讲是对人们的这种心理疗养。就值得需要保护，值得需要维护，值得探索的这么一个包括。所以他自己也是大概是花了10多年的时间，然后经常呢就是去青藏高原，就是先学会藏文和藏语，然后呢就是进行跟我们的包括中央民族学院的一些这个老师同学就是进行这个沟通进行沟通，进行这个研究现在的话呢就是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我自己呢非常随喜他们对住在这个国外的一些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呢，对西藏的这种心灵的教育也好，心灵的这种财宝就是值得如此的重视就是值得如此的重视。所以这说明呢，我们年轻一代的人，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很多人的追求呢，的确也是可能不是内在的一种智慧，大多数的追求，大多数的这种向往呢，就像昨天有些智者所讲的一样，就
完全都放在一种外面的这个财务上面。我去了一些大学里面，看到或者了解了大学生的一些心理的状况。其实大学生是确实是在人生的一种非常矛盾的这个路口当中他对就像昨天我所讲的一样的，就是他刚刚很多事情的要开始，而且压力也非常大，尤其是现在这个在这样的一种社会当中就我们在座的可能大学生呢，都是独生子女然后准备着很多的这个压力，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将来的这个生活工作就业等等等等。那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没有一定的勇气呢，确实也是很困难的。那么将来我们没有这个心灵的这种教育或者心灵的提升的话呢，很有可能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自己会选择自杀。现在包括在内地的很多大学里面呢，我们表面上看起来他们考上这样的高等学校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可是呢，为什么经常就是有这个自杀的现象，而且自杀的现象这频率就越来越高？这就是我们心理教育呢，就是没有这个提升的这个后果所导致。所以我在想呢，在这次我们开这样的研讨会主要是非常国际化的这样的这个城市当中呢，应该是在作为香港来讲是非常有必要我们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一些学者看看就是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其实非常开放的这样的一种大学里面的所追求的目标呢，并不是完全是一种内在的这个外在的一种技术的方法最重要的它的理论道德和观念方面，观念就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呢，我想今年就是大概是在6月份吧就是当时有一个新闻当中，就是说内地的大概是光是这个香港大学这边大概是报名的内地的这些大学生考完了以后，这边报名的大概是有12000多，但是后来真正这个香港大学结束的呢有336个就363个就363个，其中呢就是包括大概是21个省市的主要状元就是其中10个省的这个状元呢就是都考在这里。去年说是17个这个省市的状元吧。那为什么是内地有这么多的这个学者呢？就是目光放在这个香港为主的一些国际上的这个一些教育，这就是他们可能会考虑到，就是将来这个世界呢，的确也是有可能变成是完全是一种这个接轨于世界的一种非常开放的，在这个时候自己的人生也好，生活目标呢，应该是可能地位这个标准线放得高一点，有这样的目的。那在这个时候，我希望同时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应该有一种藏传佛教的这个心灵的这种教育，心灵的一种调整方法呢是特别重要。那么我刚才讲到，我们今天我跟大家所介绍的有4个方面。第一个是人格。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呢，人很重要，人格很重要。现在在学校也好，在其他的各个部门当中，很多人做人呢，就是做的不是特别的好，因为你的人格不好，你有再好的一些学问，再好的一些知识。到最后时间当中呢，的确也是用不上的。所以我们在我的上司，也可以讲我的老师就是法王精密喷错的话呢，虽然是他是非常了不起的超脱生死自在的一个大成就者和修行人，应该说是一生都是全部奉献给这个社会和奉献给这个所有的生命，是这么一个特别伟大的跨世纪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伟大人物。但是他的这种修行经验
终结起来的时候呢，都一直认为，无论是你是佛教徒、非佛教徒，任何宗教徒，生存在这个世界当中，一定人要有一种这个先善的这个人格。这个人格呢，就是包括我们平时的为人处事、接人待物，应该和睦相处，随顺别人就是这个是非常重要。同时呢，我们人有一种包容性和还有非常厚道就是真挚就是这样同时还有这个有真正的一种利他性。如果没有真正的这个利他性的话呢，那么就是做人就是非常困难的。这一点我想以前这个法国的这个思想家就是罗曼罗兰，就是他也是说过，就是说如果没有伟大的这个人品的话，那就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这个人物也甚至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拥有伟大的这个艺术家和伟大的新闻。他说的话呢，我认为是完全是相同的。那么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在座的人呢，一定要有一种这个利他的就善良的心。如果人没有善良的心，你的也许这个学问特别不错现在有些高等学校什么研究生、博士生什么但是呢，后来到这个社会当中的时候，人很差，什么事情都是不会沟通不会不会跟大家这个交流，那这样对他的事业有一定的危害。所以我们有一种利他性的话呢，那么这种利他性是可能会小小的一个行为当中也是可以出现的。我以前听过这样的，是北京大学有一次这个招生就是招生的时候，有一个刚到这个学院的一个人呢，就是拉着大包小包就是到了那里，然后他找不到就是登记和办手续的地方，刚好在那个时候呢，就是看见有个老人过来了。他老人过来了以后，就是这个学生呢要求他能不能给我看个报，就是过一段时间我要去办手续。结果这个老人呢，就是一直很认真的看着，然后他呢出去就是大概是1个小时就耽误1个小时，回来的时候呢，那个老人还是很规规矩矩的在那儿守着。过一段时间他们开学典礼的时候呢，原来他让看这个东西的这个老人呢，就是他们的校长，这个季羡林校长，就是但是他那个时候就是非常的惭愧，就是觉得是这个本校的校长让他看自己的这个心里，就是从此这个他特别去是一个大人物的话呢，在他的背后确实是默默无闻的，不管是对谁，有一种一视同仁的，非常平等的一种看待来，就看待就是一切的生命，这就是一种人格。有了人格的话，就像太虚大师所说的一样，就是先成人，然后就是成佛。我们这个佛教呢，就是才有真正的这个基础这是我简单的说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我要想就是说，我们很多人需要就是出离心。其实出离心呢，真正的从他的教义上讲，脱离三界轮回，然后获得自己解脱的一种这个心这种心。也许这样的名词呢，对你们来讲，有些人是比较这个专业呢，但我想是稍微有时候是专业一点也会好。昨天几个别的同学也说过，就是如果佛教太低俗化、太世间化的话呢，那么对个别法师的有一些这个评论一样的，就是太世间化的话可能也不行。所以有时候是我们佛教的一些专业呢，就是要懂的。那么什么是出离心呢？出离心就是从三界轮回当中就是获得这个解脱的一个心，但是这个当然是最高的。如果是他把它放在比较简单一点的位置的话呢，那么我们对世间的万事万物，包括财物和对这个自己的亲人呢，应该是用一种良心和这种仁爱的心态上，不能太过于的去贪执就这可以我们怎么讲就不能太过于的贪执。如果太过于的贪执，就像现在我们人们就是无止境的一种这个贪婪，这种贪婪就是反而对我们带来了就是无比的这种痛苦很多人可能你有一套房子不行，要2套；有1辆车不行，你要2辆。现在我们大城市里面就是路越来越窄，车越来越多，人越来越挤，欲望越来越大。前一段时间内地各个地方产生洪水，就是他们有些人问我就是什么原因，我说佛教里面讲贪心越来越大的时候就是这个水灾比较多，嗔心越来越大的时候是火灾越来
来越多。当然，佛教也并不是完全是所有的因果归于一个问题上，但是这个在因缘当中可能是会关系，因为现在人们的这种欲望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就是很多的这种事情也会发生。在这个时候，我们尽量的不要特别的去探究，应该是在自己随缘的情况下呢，你的这个生活呢，就是有一种比较美好的这个追求啊，就这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的确也是特别的这种困难。在这样的这个心态当中，也许你们看到啊，我现在所谓的看破是做不到的，像出家人一样的。其实出家人呢，在某种意义上呢，他的这种处理性也好，他的看破呢，并不会超离这个世间的，应该更加可能就是有一些入世的这个情况啊。以前当年这个弘一大师啊，他是个非常伟大的教育家和艺术家，他叫这个就是倪叔同，他那个就出家的时候啊，就是很多人特别惋惜，就是觉得是他的这样的这个人才呢，已经这个浪费了啊，就是觉得是特别可惜。就是后来丰子恺啊，就评价，就是说是我的老师这个出家呢，就是一点都是不可惜。本来我们的生活呢，有精神生活和还有物质生活，还有灵魂生活。那么精神生活呢，就是所谓的一些艺术等等。那么物质生活的话呢，我们这个外面的这个仪式等等。主要的灵魂生活的话呢，就是考虑到就是生死，人就是对今世、对来世，包括就是对所有的将来的就是长远的一些准备，这就是在自由宗教里面就是测得到。所以在从这种意义上面看呢，我觉得的确是这个出家人呢或者说是我们真正的这个佛教徒呢，他不是完全是消极的，他的真正的这种稍于自主，或者说是不太这个贪着的这种精神呢，对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个低碳生活也好，环保也好，或者说是对我们这个对整个人类这个服务呢，有非常大的这个作用啊。我们全世界的人，如果是就像佛教徒一样，他住的一个就特别小的一个房间，生活呢就是特别简单，要求不高的话呢，我们不会就是我们昨天环保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就是过多的什么这个看法这个森林等等，就是破坏就是自然，就是应该说是会减少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面呢，我自己认为确实这个佛教呢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地摊生活就是特别重要。以前那个佛陀佛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佛陀有一次在出来这个花园的时候，有一个农民在种庄稼的时候呢，他出来就是花园，然后农民呢就像现在人一样，就是现在有些人也是认为是佛教徒或者出家人呢是寄生虫一样，就是吃人们的血汗，就是有这样认为。其实当时他有这种相同的观点，他说我要种庄稼，我没有种庄稼的话呢，就是怎么样这个养活，就是然后你呢天天都是无所事事，在别人面前要饭，就是那这是不合理的。后来佛陀就是告诉我并不是无所事事，我其实是你是种的是外面的在这个天地上就是种种子，然后获得这个庄稼的，而我呢对人们的这个心田呢就是种这个三法的种子，然后呢就是让他就是获得开发所以从这种意义上看呢，应该是佛教的很多的这些伟大的道士可以说是他们并不是像农民一样，就是在外面的这个物质上天天的是就是忙忙碌碌，但是他对内心的教育我们内心的这个教育上面的话，可能农民也好，工人也好，包括一些文学家和这个商人、官员都做不到的一些事情呢，在佛教大师呢，的确也是留下了特别珍贵人类的这种思想进化精髓，都留给人间。而且在他的传播的精神当中的话呢，谁也解决不了的很多的心理问题呢，非常这个容易的解决了就我们寻找这个真理的话呢，大概可能汉地很多人呢，一个是有些人说是挫折这个遇到了这个挫折，就是进入这一条；有些是就是从这个通过佛教当中就是这个获得快乐，就是也这样认为的。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佛教的这些出家人也好，就是或者升起真正处理性的这些人的话呢，他自己的衣食住行呢就是非常的简单，没有过多的要求，他
他也知道是你这个所有的名声、财富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就没有什么真实的一种意义。应该更过多的都是奉献给这个社会。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需要的这个处理性。其实处理性呢，主要对着的是贪心啊。我们相信当中有很多的这个贪婪的心啊。那么这些贪婪的心呢，如果没有进行对峙的话呢，欲望过多的时候，对整个世界呢就是不可能获得就是和平啊。所以我讲的第二点呢，就是处理性的。讲的第三点呢，就是利他的这个菩提心啊。所谓的菩提心呢，其实是从这个佛教的这个专业这俗语来讲呢，就是为了天下无边的所有的生命获得了究竟的这个圆满正等觉佛果的发愿啊，就是让自己呢，就是愿他们得到这样安置于这样的果位呢，叫做是菩提心，这是最究竟的菩提心。那么菩提心所表现的呢，就是大慈心和大悲心。也就是说呢，凡是世界上包括这个人和动物在内的所有的这些生命，让他离开一切的痛苦，获得一切的这种快乐啊，这就是无条件的奉献，无条件的一种无私的奉献。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呢，的确也是能做到就这样的。如果你真正是把自己的一切的这种生理啊、利益啊，全部奉献给他，然后所有的失败、所有的这些亏损，就是自己代数的话呢，那么这是菩提心的一种这个表现。这样的菩提心呢，不仅是在大乘佛教的修行人的身上，也是更重要的，我们现在的社会的各个层次呢必不可少。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会呢，虚荣心特别大，自私自利的心相当这个强啊。就是昨天我们好像这个下午第一位发言的人还是讲的这个很心灵的话。的确是也现在的社会的各个方面的状况呢，就讲得特别这个清楚很多人都是为了利益自己，不顾一切，不惜一顾所有的一切真理也好，就是利他的事情呢，全部嗤之以鼻。在这样的社会当中呢，我们更需要的就是这个利他心了。这样的利他心呢，其实是从究竟看来的话呢，也是利益自己的。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报道当中就是说是美国大概是1000个富翁，1000个富翁呢，就是进行做了一个调查。这调查的过程当中的话呢，那么其中20%的人呢，是依靠自己的勤奋努力而得到的；20%的人呢，10%的人是勤奋努力而得到的；10%的人呢是依靠机遇而得到的。然后其他的80%呢，就是幸好就是有利他利己。就是也要想帮助别人，也要想帮助自己，是这么一个心态呢，就是他们是发财的。但我们很多人从小的是，如果你没有培养这样的观念的话呢，那么第一开始就是向着自己，那这是像毒药一样的就最终呢就是不会，因为我们现在社会上的人都是应该说是很聪明的跟你合作也好，跟你交往也好，首先看这个人是不是自私自利的心特别强，个人心特别强。那如果这样的话呢，你别说别人的合作，你连这个自己的家庭呢，你们一家人就是一起那个共同生活，已经结婚很多年了，但是呢，到最后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人呢，都是爱的自己，并不是考虑到身边的人，考虑到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些家庭的话呢，到最后的话会这个离婚的。为什么是现在这个家庭离婚率越来越高？现在的很多这个事业不成功的人越来越多呢，大多数都是以自利性为准而这个发生的所以我在以前看到过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故事挺有意思的。2个人爬到山顶上去了，结果到了山顶上的时候，那个山很高，就是气温突然就降下来了，然后往下跑的时候呢，路上刚好看到一个人在昏迷不醒。一个人呢，他看到就是这个人可能要想去救，另一个人呢，就是说是如果救他的话，那么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都没有了，算了。然后他们2个观点不同的话，那只有各边
虔诚，就是然后呢，就是另一个自私的人呢，就是他说那你管就管，就是我是不管，就是自己下去了。然后另一个人呢，就是在山腰上，然后呢，就是他看到这个人很可怜，然后自己背着他，就是慢慢下来。结果他们两个穿的衣服都是很薄的，就是刚才自私自利的心呢，就在路上已经冻僵了。然后因为那个人呢，就是他因为背了一个人，就是然后背着一个人的话呢，他的身上有一些温暖，然后自己的身上的温暖，相当于是这个人就是穿着一个很厚的衣服一样，再加上他就非常努力的下来。结果到山下的时候呢，那个救护车那边看见一个人冻僵了，就一看的是哦，原来就是害怕死，就是先出去的舍弃别人的人呢，先已经死了。然后像利他的人呢，就是没有事。这也许是一个传说，也许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是从这个故事当中，我自己也反思过很多次，的确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如果谁有这个利他心、有菩提心、慈悲心的话呢，那么这个人的这个生活暂时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不理解啊，就是别人的一些误解等等，但最终呢，就是应该是非常好的。所以特别希望呢，我们在座的人今后要有一种这个利他心。那么利他心呢，就是主要是对着这个嗔恨心啊，就是对着这个嗔恨心。那么这样的这个对着嗔恨心的话呢，实际上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的确是通过大乘佛法来自己的这个嗔恨，就是可以对着。在大乘佛教当中呢，无论是任何一个众生呢，都是跟我无始以来的当过自己的这个父母，然后我为了他的解脱，为了他的快乐呢，就是自己的可以奉献。其实在这样的人呢，在我们藏传佛教当中，包括我所认识的很多的我的同学啊，我的那个一些这个老师啊，在他们当中啊，特别的这个多啊，有时候跟我们共同这个商量、共同说话、共同做事情的时候，我非常佩服这些人的精神。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理空间的话呢，只是帮助别人，除了这个以外，自己的除了可能心中做我的简单的这个吃饭睡觉以外，就是没有过多的要求和想法，心里装的全部是别人，全部是利他，全部是众生。那这样的这种伟大的人物呢，就是如今也是在这个西藏为主的很多地方啊，在大乘佛教徒里面呢比比皆是。所以我们在座的很多学者呢，可能以后在你的生活当中呢，一定要有一种利他的心。当然，利他的心是有特别高尚的、中等的。还有这个相似的这个利他心啊，表面上这个笑一笑，实际上是这个并不是真的有灿烂的笑容，但是呢，你为了就是诱惑别人，就是装着这个笑一笑，就是这也是一种相似的这个利他的表现。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是利他是最珍贵的。利他呢，就是它就像是这个金子一样，就是将来呢会这个闪闪发光，就是而且呢它的这种价值永远也是不会消失的。如果我们卖一个品牌的衣服，或者说是就是展示的一些这个复兴的一些文化的话呢，很有可能过一段时间，它的这种价值就没有了。比如说现在的这个流行音乐，这一段时间当中，年轻人特别喜欢，过一段时间过时了，谁都不喜欢。有一本书的话呢，就展示很多人都喜欢看得不得了，过一段时间全部都过时了，不看了。但是利他的这样的这个心呢，它永远都是不会有变质的，不会有过期的，不会有淘汰的。所以呢，我特别希望昨天说你们到了这个香港呢，当然你卖一些品牌衣服啊，或者有机会有钱财的话呢，也是我们没有权利阻挡，就是也是可以的。但最重要的，我们人的这个内心的这种价值观就是内心的财富呢，对每个人来讲是我认为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就是尤其是这个利他的心呢当今来讲就是不可缺少的。这是我说的第3点。第4点就是说无二智慧那么这个无二智慧方面呢，刚才就是大家共同念的这个心经昨天很多学者呢就是也反复的用了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所以我就这里呢，其实简单来讲呢就是这个我的智慧非常的这个重要如果我们没有懂到这样的这个我的智慧的话呢，就是其实应该说这个在生活当中我们的这个执着特别的这个强的话，那么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是痛苦的就不会带来就是快乐的。因为在实践当中，你们都知道这个所有的这些不平凡不快乐
或者是忧处的话呢，是一种执着引起的。一种执着引起的。那么这种执着依靠这个缘起空性来解决啊，就是这是应该说是最好的。那么要解决这样的这个痛苦的话呢，我很希望呢，我们在座的各位，你以系统的看一下一些，比如说中观根本慧论啊、入中论啊，还有这个大般若经啊、般若摄颂啊，那么系统的去学习。没有系统的去学习，你光是心经里面背一两句，或者中观里面背一两句，其实解决不了。应该很系统的学习释迦牟尼佛当年的无比的这个智慧，觉知我们众生的这种愚痴烦恼是什么样的一种这个智慧。这种智慧呢，的确我们现在的在座的一些学者呢，就是根本无法比的。昨天那个就是潘崇光教授，就是他最后讲的一句话，我觉得是很好的。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智慧呢，比我们差，他比我们聪明多了，就是这一句话他是应该说是一个化学家，就是也是对科学工作就是在理工大学就是做校长的是很多年了，而且理工大学是整个现在香港来讲是人数最多的。昨天那个甘教授说是大概现在的是有3万多人。那么这样的从事教育事业的一个科学工作者，通过他的多年的一种这个观察，最后他自己也是皈依佛门，然后就是昨天他的这个题目当中呢，我觉得我们很多同学呢，就是值得深思。一方面要看看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智慧是什么样释迦牟尼佛以什么样的这个智慧，2500多年前整个万事万物的这些真理呢，在这个佛经当中是如此的这个觉知，而且这是我们科学者包括科学家，爱因斯坦也好，或者说是后来的就是千万个科学家呢，只有印证而并没有呢就是驳斥和就是退掉这个有很深的一些意义。在这些方面呢，在这个藏传佛教的很多心灵大师是通过修正而得到的。当然，这种无我的智慧呢，有2种途径。有一种途径是通过自己潜心闻思、潜心学习、潜心研究而得到的；还有一种途径呢，就是通过参禅和通过另一种方式来就跟大家就获得就是一起这个获得的。所以说呢，就我们的一般的这个无二智慧呢，就是实际上是以那种这个对治痴心就是贪嗔痴里面的这个痴心他对着这个痴心呢，就是有非常这个尖锐，包括他的这个所知障的根本呢，就是可以牵出的。当然，这个是需要一定的精力。有机会的话呢，我刚才讲的一样，就是希望你们应该对这个藏传佛教的一些思源里面系统的去了解，去这个学习的话呢，最后自己真正就是得到了就是不可思议的这种不可言表的一种这个境界。这种境界呢，应该就是超越一切，获得这个洒脱和自在。那么最后呢，我就想说我们这个心灵的这种教育呢，就是其实对藏传佛教来讲，最开始的心灵教育的导师呢，就是说这个莲花生大师。那么莲花生大师呢，这样的这个心理教育和心理疗法的话呢，包括现在的这个美国的哈佛大学为主的很多的这个大学这个里面呢，就是有这个研究中心就是藏传佛教的，包括心理这个西藏东昂经也好，佛藏方面的也好，还有一些这个西藏的就是各个的一些大圆满的这个密法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前世今世还有我们红生成就等等非常神秘的这些道理呢，如今在国外这各个高校里面呢，一直在研究就是在研究。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很多的人很多的人的话呢，那么你们也应该真正就是得到就是真正得到。那么得到以后的话呢，以后在自己心灵就是有一种这个快乐，获得这个自在。其实莲花生大师
来到藏地，然后在整个对这个世界的这个心灵的一种智慧，在这方面呢，确实是做了不可磨灭的这个贡献这方面呢有很多的怨气，就是他当时降服了许多的这个贵神，建立了就是先密这个圆融的这样的这个宗教。然后呢，我们很多的这个佛教徒呢，就是经常这个祈祷，通过祈祷的话呢，思想上的障碍呢就是迁除，并且呢就是让这个获得真实的一些这个快乐为了让很多人的真正的这个心灵呢就是得到这个自在就是得到这个满足的话呢，我们这次这个组委会的话呢，就是给大家也是奉献一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像，就是这是一种这个象征那么这个像呢，我想这里大多数的人呢，是这个佛教徒，就是待会儿，因为这个是我们这个学院这边有很多僧众和很多这个出家人，就是专门开光装藏，这样的话呢，我本人呢，从小都是这个特别喜欢这个莲花生大师，就是祈祷。当然，我们这里有一些其他宗教的，还有包括不信佛教的话呢，你们就可以把它当做一种护身，就是就像现在汉地有很多不信佛教的，把观音菩萨放在车上，放在这个家里，也有这样的。如果这方面也没有兴趣的话呢，那么就是以后就是放在一个干净的地方，或者给其他的朋友都是什么可以，因为我们有一种开放的这个文化，所以这次呢就是刚才组委会也要求等一会儿下课的时候让我来就是一个一个送，我的不一定有什么价值和力量，但不管怎么样跟大家一个缘起，我也是就是通过这样的这个莲花生大师的一种像然后有一种包容和一种真的一种这个自在的这个心态特别这个祈愿呢大家的这个心灵呢就是获得了永恒的一种这个自在，获得了永恒的一种这个财富，否则我们现在有路的这些财富和有路的快乐的话，其实是都不长久的。比如说一个人年轻，一个人有才华，一个人有智慧，但是过一段时间呢，你老了，你面对生死的时候呢，又不快乐了。所以真正的这种快乐和自在的人呢，其实我认为是内心有一些修正的这个成就者就是成就者。我也最后呢，就是希望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成为就是心灵自在的成就者。谢谢大家。谢谢堪布。刚才听到堪布要赠送大家的莲花生大师的佛像，大家都特别高兴，但是也不要忘记了那个堪布的教诲，就是要有一个贤善的人格、出离心、菩提心，还有无二慧。谢谢堪布。那我们接下来的是现场提问。这样我像那个一个是我的问题呢，昨晚上也是回答了，还有可能我昨天晚上那个有一个哈佛的那个学生刚才在路上碰到了，我说因为哈佛呢前一段时间他们也是让我去做一些心灵的研究，今天也许是一个缘起，他都是不一定是对藏传佛教非常了解，但我们刚刚搁路上碰到的时候，他可能心里没有什么准备，但是呢我说这个哈佛比较出名，就是然后呢，就你顺便就是谈一谈，就是你的心灵。所以在我的时间当中呢，我想给这位学生呢，就是给一点时间，让他来就是上来就是简单的讲一下他的一些体会，好不好？好，那我们有请哈佛女孩。大家好，我今天非常惭愧，因为第一是我对佛学的了解非常有限，第二是我也没有任何准备，就机缘就是对机缘吧，就是来的路上碰见堪布了，然后他就说，那你给大家讲一下。我说我没有准备，他说没关系，我也没有准备。后来发现他果然没有准备，所以我现在心里面就踏实了不少。我就是被堪布说，你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时候，我立刻想到的是我在哈佛参加的一个4天的工作营。它的英语名字叫 Faith and Leadership in a Fragmented World， 中文翻译过来的话就叫做
在一个破碎的世界中的信仰和领导力。领导力这个词呢，现在在国内也非常的流行，应该说就是都用烂了。那么在这个活动最初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被要求说进行自我介绍，其中要介绍自己的信仰。那我在那个班上的50个人里是唯一一个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的，导致其他的各种说我是什么基督教徒，我是穆斯林，我是佛教徒的人，最开始看我的时候我都能看出来，他们就是心里面在想说你过来干嘛。但是后来4天的活动中，我们每天早上伴着日出练习瑜伽，然后上午的时候呢是学习和讨论比如说圣经新约旧约，还有像博家梵歌这样就是不同宗教中的经典文本。下午的时候会由哈佛商学院的先院长来给我们进行商业案例的讨论。那么案例的内容呢，主要是关于一些世界非常有名的宗教领袖，比如说马丁路德金、甘地这些人。然后我们还会进行一些表达力的训练。到最后4天项目结束的时候，有人过来跟我说，你知道吗？其实你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你是一个 agnostic，用中文翻译过来叫不可知论者。我觉得这个翻译的不是很好，因为 agnostic 应该说它的意思是有很多东西我还不了解、不清楚。我记得就是我非常感动的关于苏格拉底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其实他的人生的一个概括吧，就是说他曾经说过，未经醒察的人生没有价值。而且他当时在古希腊，经常跑到街上去问各种各样的人说，哎，你知道什么什么是怎么回事吗？最开始那些人可能都说，哎，我知道啊。但是后来在他不断追问之下，那些人后来都说，哎，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饶了我吧。他也因为这个惹怒了当时很多的权贵，所以最后他就是被处以死刑。我觉得不管是在以什么方式追寻真理，但是认识到自己所知的有限，而且始终保持一个虔诚的好奇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在这条路上，昨天也听到潘宗光教授的演讲，还有昨天晚上回去也看了朱清时教授写的那个就是物理学步入禅境的那篇文章。我觉得就是从这些我所非常尊敬的前辈身上，还有怎么说学者身上，我也看到了很多就是算是就是从佛学中受到了很多的感召吧。然后我的名字中也有一个涅字，涅槃的涅，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冥冥中的某些机缘。所以在这里也非常欢喜来跟大家进行这个粗浅的交流，希望向大家多多学习，谢谢。谢谢。上师您好，我是北京对外外国语学院的。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我从北京来这儿的路上碰着了一车的这个基督徒，他们看我带的佛珠，然后就开始向我劝话，然后就一直跟我聊这个圣经里的故事。他们知道我是佛教徒情况下是这么说的，一直跟我聊了有半个小时之后，最后终于说出他们的心声。小伙子，你信主吧？我就说我6岁就开始信佛了，这个是肯定不可能的。然后我就说，但是我是想表达这么意思，就是他们在劝我的时候，他们真的觉得他们这个基督教是真的是真理，他们从这个角度去说的。但是我心里真的有一种抵触。那我就又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作为信佛的人，我们去劝化，就是所谓劝化其他人去信佛的时候，是不是别的人也会有这种抵触呢？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怎么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劝别人信佛？会不会就是或者说怎么是善巧的去跟别人分享这个佛教的思想？请堪布做一下这方面开示，谢谢。其实我也经常发现那个基督教啊，他们对自己的宗教的这种热爱，这一点呢，我们佛教徒可能是远远也做不到。但做不到有2种原因，一个是我们是无私的奉献，就是所以不在乎自己；一个是可能很多人都是好像无所谓，自己的是佛教徒也好，不是佛教徒，就这样自己是佛教徒就可以了，就是有2种极端。因此，我想以后我们作为佛教徒呢，确实我自己心里面就是讲，
所有的人最好是有一个信仰啊。刚才哈佛的这个同学说的一样的，就是没有信仰呢，这个人呢，就是到最后是特别可怕。就是最好是有一个信仰，不管是你是任何的信仰。我记得我的上司去加拿大的时候，有一次在大的这个会堂当中呢，就是讲到这个信仰的重要性。过了20年，就是我现在还是这个心里就是可以说是历历在现了，就是他的所有的这些教言就是历历在耳。那么信仰就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个时候呢，像基督教有时候可能稍微我也这种感觉，就是听到很多人非要让你一定要拉进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但在这样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内地很多人的心是比较空的，只不过你是从6岁开始信仰的，如果不是6岁开始，就是刚刚信仰的话呢，很多人都是拉进去了。就是然后我们佛教徒呢，就是从基督徒里面拉过来，然后基督徒从佛教徒里面拉过来，本来也是有信仰的人是很少的，就是这样测来测去，就是在路上大家就是也不太好。其实我们就是应该有一种3角方便方法，就是很希望很多人是学到真理。这并不是我们的团队越来越庞大，我们要搞什么这个军事演习，不是这样的目的。我们佛教徒就是多也好少也好都可以，我们也没有什么以庞大的队伍来对抗谁，就是没有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很希望很多人真正就是正面就是认识这种真理。认识真理的话呢，就是他少走弯路，而且在生活当中面对的很多的痛苦呢，在佛教徒的如果这个经历来面对的时候呢，就是很快乐，很简单。当然，基督这个教呢，就是有很多它的这个非常好的一面。所以我觉得呢，最好是还是有一个这个宗教的这个信仰。信仰呢，就是当然是用自己来选择，我们尽量不强迫，但是呢，还是要给大家就是有一种积极的这种宣传和积极的这种引导作用，就是才是明智的一种选择。典礼上师，大家好，我是来自烟台的，我本身也是个心理医生，做了有9年了，信佛也有10多年了。我经常试图把这个佛学用在这个心理治疗上。我的一些个就是比如说网瘾的一些不爱学习的一些青少年来的时候，我经常会劝他们，我说你们这些玩这些东西啊，就像流水一样过去了，什么也留不下。就是这样一种就是让他们破除这种贪执。但是我自己呢，就是有时候觉得，因为我看过一期彭措堪布的那个司法印讲记，它里边会讲到这个细无常来破除贪执，但是他说这个细无常就可以达到这个无实义的这种境界。我是自己觉得呢，虽然这种感觉呢，贪执呢，这种快乐是刹那刹那过去的，是什么也留不下，但是呢，它毕竟是有来有去，而不是空的。我们可以预期到这个快乐，也可以感受到这个快乐。它虽然过去了，可是下一秒钟的快乐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就是它不能够完全用这个细无常来破除掉这个贪执。但是，一些彭措堪布的那个书上说的，好像是可以破除那个贪执。我自己就是这一点，我是始终是不能够完全破除掉。所以希望这个上师能给我开示一下，就是我们如果达不到空性的那种境界的话，我们可不可以用细无常来破除这个贪执？对一般的大众，我却觉得都可以适用的。谢谢上师。其实这个也是你们很多别人的问题，就推到我身上来，最喜欢这样。然后这是本来是一期堪布的但是他今天不在现场，所以我就是幻化成他来给你回答。开玩笑，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其实细无常的所谓的细无常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空性观，就是通过细无常就是有刹那无常，就是这种观察时候呢，你只是理论上的一个了解的话，虽然你当时知道是这个贪心或者是你的烦恼，就是让抉择无疑，但是下一个刹那间出来的时候呢，你就照样产生这种烦恼，就是这是决定的。但如果你真正从根本上动到了这个空性的意义，就是先从这个刹那，最后呢变成就是无有。这种道理呢，在中观宝鬘论和这个入中论的有些著述当中呢，就是有详细的。为什么我们说是无常呢？就是最后也是它赐予一种辛苦的原因也在这里。因此我们懂到了真正的这个空性的原理的时候呢，最后世界上的所有的万事万物也是没有快乐的。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些人不懂
不懂无常。如果懂得无常的话呢，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比如说你的这个才华也好，这个相貌也好，爱情也好，任何一种快乐呢，当你正在感受的时候呢，你没有想到就是一瞬间，或者说是一会儿就没有了。就是我们明天可能去看一看这个美丽的风景，但是这个时候哇，你就特别特别开心，就是但是一会儿就是晚上回来的时候也是照样的黑暗，就是你一会儿就是这种也是痛苦的。所以说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有路的这种快乐和有路的话呢，就是都是最后就是无常的，这是初无常。然后细无常是更加细微的去观察的时候，才能懂得是真正的无常的这个道理。所以这是一般来讲是通过一种修行。其实修行很重要。昨天我看到很多教授呢，的确是他们虽然没有说是自己是一个非常好的修行人，但是在他的演讲的过程当中呢，也是经常就是流露出就是需要这个修行。我们在座的很多这个学者呢，特别希望以后是不要光是理论上现在很多人特别会讲，就是讲的天花乱坠，头头是道，就什么都会讲，就是然后讲完了以后下来就是无我不作，就是那这样的话，那就是确实是口是心非，就是不太好。应该是稍微学到一点，就是哪怕是我们一个空性的真理、无常的真理，或者说是世间的一个稍稍的真理，在身体力行的话呢，对他人对自己是有非常大的利益。还有10分钟啊！你看我利用时间，就是说时间今天很不错的，我还是会节省时间啊，我还有时间可以分享给哈佛，分享给其他的。感恩上师，我是来自河南的一名教师。我听了您刚才的演讲之后，我有2个问题想请问上师。第一，您刚才讲到了出离心，是的，佛法是以解脱为本的，是以出世间为主的，而我们世俗的理念是以建功立业、功名利禄为主的。那么请问上师，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我们如何用佛教来调节心理上的落差？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2个问题，您刚才也讲到了，就是说我们藏族的很多青年现在也受到了外界的影响，而不能再保持本色了。那么我想请问上师，在目前多元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下，在更多的古老文明的传统文化被腐蚀或瓦解的情况下，而我们这一个已经传承和保持了2500年之久的古老的佛教，我们应该如何去做，才能更好的去接引更多的时尚的年轻人呢？感恩上师回答，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这次的本次研讨会呢，有很多老师，很多同学，尤其是老师，我昨天也讲了，他影响很多人，特别希望呢，你们自己就是先学一点真正的慈悲心和宽容心和感恩心，然后跟下面的这个学生呢，经常付出。让他们确实是在做人方面、道德方面，需要就是现在我们来帮助他们。这是这个时代是确实是虽然没有这个金融危机，但是呢，是精神危机啊！现在很多年轻人心里匮乏这个善念，就匮乏勇气、匮乏智慧、匮乏大悲心，就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无论是任何地方的这个站在什么角色的人呢，就是扮演什么角色的人呢，我特别希望呢，你们用一些宗教的这个理念和慈悲心呢，就经常就帮助他人。这是我个人而言呢，我特别一种热爱的，也是心里面一直长期的就感觉到我们身边的人现在社会特别冷落，在这个时候需要很多人的真正的一种我的奉献。那么你刚才所问的我们这个处理性呢，怎么样入于世间的话呢，以我的观点，以我的想法的话呢，其实处理性是完全不需要舍弃这个世间佛教是完全适应我们的任何的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理念可以说有些人认为一样，一生气处理性的话，可能家庭也不管了，工作也不管了，所有的事情都不管了，爬到寂静的山里面去，自己就独自修行了。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修行，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在家修行和出家修行，有2种。而在家修行呢，也有不同的这个层次，属于一个皈依界的，属一界的，属
多分界的等等，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人需要有一种界定会的道德的这个约束，同时呢，我们需要就是对这个事件的，就是不要过于的一种就是贪执越来越大的话呢，对整个社会和自身都是不利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用佛教的这个入世化的就印度佛教呢，就是融入中国文化，融入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文化的时候呢，其实对当地的这个人们，就是的确是得了一种精神上的就是不可缺少的粮食，这就是他的这个精神这个所在。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我们现在不管是这个藏族的传统文化，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汉地的这个儒教文化和道教文化等等，这些呢都受到了西方工业文化的一些这个冲击。在这个时候呢，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人呢，其实他是这个世界的未来啊。就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报道里面就是说是中国的这个年轻人呢，就是世界的这个未来。那么就是世界呢，就是希望就是在这个中国的年轻人的身上。我当时刚看到的时候，不一定就是是不是这个新闻有点夸张。后来想了一下，现在中国呢，就是占这个世界的1/5%的人啊，就可以说是1/5。那这样的话呢，确实是我们这里的大多数的人对自己的这种这个文化的价值观，如果是特别设计的话呢，那么再过20-30年，再过下一个时代的时候呢，就是可能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有价值的文化呢，就是全部就是置之不理、抛弃，而没有意义的就是西方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垃圾文化也好，就是我们现在在东方的一些垃圾文化也好，这些呢全部我们当作是它是这个人生当中最有意义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整个这个人类都变成了一个疯狂时代。所以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你不要认为是我是这个什么这个大学毕业的，但是我们心里对价值观上面需要自己反思，应该这个前辈的这些有价值的这些呢，我们自己要去保护，自己要去懂得尽心尽力的去传播给别人。而没有特别意义的人呢，没有特别意义的这些东西呢，虽然人们都是就是随波逐流的去这个抓这样的寻找这样的，但是我们自己也要就是停止自己的步伐，就是为妙。谢谢。还有时间是吧？多啊！林以万上师，邻里三宝。我是来自广西百色的一位物理教师。我想给学生和家长去传达这样的一些佛教理论的时候，我的切入点该怎么做，才让他们比较能够接受？你的切入点呢，应该是用佛教的这个理论来讲物理。因为你是物理老师，其实物理的很多的道理啊，原来我在中学的时候，我的物理老师叫夏老师，然后他经常是反对佛教的眼光，因为当时是70年代，就是那个时候呢，也是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就是说当时是可能也有这个。后来我自己出来了以后，然后我自己学物理的时候呢，其实物理的这些道理呢，就是对佛教是最切合的，尤其是量子力学。所以我想呢，可能你通过学生的各种不同的一些状况呢，就是以专业跟这个不一定要替佛教，但是实际上有些时候呢，要这个不同的佛陀所讲到的这个众生的根基不同，然后我们也应该这个切入点是通过自己的智慧来寻找，就是这样好一点。否则的话呢，我也看不到你的学生是什么样的。让我现在在这里，我也没有神通，也没有他心通，然后要真正是寻找你的学生的根基的话呢，也有一点困难。但是我想你会用你的智慧和你用你的慈悲，还有你用你的慈悲的这种摄受力，就是对家长和学生和对你的相关的这些这个弟子或者是学生呢，就是一定会是这个引入到这个光明之道。谢谢上师。谢谢索达吉堪布。
我想去过藏地的朋友可能跟我有同感，就是你去到那里，觉得大家都天天很开心，好像你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他们那种心、那种善意是发自内心的。所以我想，就像堪布常常告诫弟子，就如果能够利益众生，哪怕只有一个人，想办法让他升起一颗善心，我们千百万劫做他的仆人也可以。所以我想，只要我们人人都有一颗善良的心，能够时时都利益他，想到利益他众，就能够时时跟佛菩萨相应。好，再次感谢堪布。